明朝的靖难之役，朱棣以总数不到1万的燕军起兵，对抗偌大一个王朝的全部兵力，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成为大明朝的第3位皇帝。而作为失败者的朱允炆则被嘲笑了600年，短短4年丢了江山。而在三国时期也有一场战役，双方实力对比悬殊，胜者却能以弱胜强，奠定王朝霸业，败者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250，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这场战役就是曹操和袁绍的官渡之战。明面上看，官渡之战的时候，双方实力对比并不悬殊，因为袁绍占据青幽并冀4州，人家曹操此时也是掩御徐泗4个州。但仔细看来，曹操这边的徐州是刚平定的，当地人视他为侵略者，人均血海深仇。洛阳常年战乱，早就是无人区了。豫州南部不仅是黄巾军的重灾区，而且是人家袁绍的老家，江淮让袁术这些年祸害的又一片狼藉。曹操真正算是根据地的，也只有兖州和豫州北部而已。这俩地方还特别疲惫虚弱。由于兖州、徐州、豫南和扬北经历了长达近10年的混战，基本上只能自保，难以对外征战。实际上，真正曹操能拿出手的，就是实行屯田了3年的颍川。袁绍方面，在各地的统治基础上，则并不存在上述问题。粮草储备没问题，民心上也没有问题。因此，在地盘与实力上，两个势力看上去相差并不多，但袁绍却是公认的实力远胜曹操。一切的原因在于袁绍起步早，这几年在韬光养晦，而曹操追得挺猛，但有些穷兵黩武。这也是为什么袁绍要下定决心打曹操。很多人从官渡之战的结果推断袁绍的开战之举纯属弱智，自作孽不可活。然而事实上，从袁绍的角度看，他此刻已经处于实力的最高点了，曹操则虚弱不堪，此时不打，难道等曹操休养好了再开战吗？袁绍不仅要打，而且要速战速决，赢得胜利。战局的主动权永远在优势方一边的，优势方要考虑的不是能不能赢，而是应该怎么赢，赢得漂亮，乃至赢了之后如何分配战利品的问题。但问题是，袁绍集团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这就给了曹操可乘之机。果然，袁绍在开战前讨论会的时候，底下的参谋部吵翻天了。郭图、沈沛是速战派，主张速战速决，以板砖拍死曹操；沮授则完全相反，是消耗派，主张以逸待劳，打持久战，耗死曹操。而他们每一个文官的背后都代表着一个集团的利益，谁的计策和方针被采纳，谁将来在分红的时候就有更大的话语权，哪一派的实力就会更强大。在两种争论下，袁绍最终拍板，速战派取得了胜利。而身为消耗派的沮授就不乐意了，他仗着背景深厚，手下还有一支势力，开始闹情绪了。沮授在战前向外散播袁绍师出无名，必败之类的论调，宣称只有按他的方案来才行。如此动摇军心的举动，袁绍竟然拿他没办法。史书中给袁绍一个著名评语：好谋无断。但这句评语其实有失偏颇，因为袁绍最终的败亡不是他做出了错误的决策，而在于内部党争的不断内耗，最终逼出了几次关键性的意外。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都，曹操内部也展开了大讨论，大部分将领认为这仗没法打。这个时候，荀彧出来正视听了。袁绍那我又不是没带过，他兵虽重而法令不整肃，田丰刚愎而好犯上，许攸贪婪而不简述，沈沛专权而无谋，冯骥果决而刚愎自用。这两人料理后方，如果许攸家犯了法，一定不会放过，许攸必然叛变。至于颜良、文丑，不过匹夫之勇罢了，可以一战而擒。荀彧一定是预言家出生，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应验了。荀彧一席话后，曹操也说出了对袁绍的判断：我从小就跟袁绍玩，袁绍志向大智商小，看着猛蛋胆子小，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交而政令不一，必须打，我们能赢。袁绍那边的干部耍情绪能耍到无理取闹的地步，但曹操这里的决策团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人家的事业才刚起步，规模还小，所以派系单一，没有利益上的分歧，这是劣势，却也是一大优势。曹操决定打之后，当年8月做了以下部署：东边派臧霸率本部兵自琅琊入青州，攻打齐、北海等地，牵制袁绍的青州势力，防止袁军自东给出沟圈。
西边战场告诉中右稳住关中，拉拢凉州，绝对不能让袁绍和西北接上头。正面战场，曹操率兵进据冀州黎阳，组成第一层防线，令于禁率步骑2000屯守黄河南岸重要渡口延津，协助扼守白马津的东郡太守刘延，层层布防阻击援军渡河南下。曹操为啥要在黄河岸边布置于禁进行先头阻击？从后面的整体思路来看，曹操的决战地点摆在了官渡，于禁的泰山兵是战略中坚力量，但只有2000人，绝对不是指望他大胜10万援军去的，怎么能将这么宝贵的战略资源早早的就消耗在双方交界的黄河最前线呢？于禁的布置，战略角度上来讲就是拖时间，因为曹操背后还有张绣、刘表、孙策，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随时可能从后面给曹操来一刀。这个关键节点，历史开始展现它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了。曹操在头疼的时候，袁绍也看到了曹操身后的威胁，派人去招降张绣，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就在张绣准备同意的关头，贾诩当着张绣和袁绍说客的面，人生中头一次积极了一把，直接代表张绣说出了无情的外交辞令，替我们谢谢袁本初，兄弟都不能相容，怎么容得了天下的国事呢？使者走后，张绣快吓哭了，你怎么得罪了袁绍？贾诩对张绣说，赶快投降曹操，这是你人生中最好的一次机会。张绣问，袁强曹弱，咱跟曹操干了那么多次仗，你疯了吗？贾诩说，就因为这个曹操现在才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的相助。他列举了3点张绣必须归顺曹操的理由，首先曹操奉天子令天下，名正言顺；其次袁绍强盛，曹操示弱，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最后曹操有霸王之志，欲明德于四海，一定能够不计前嫌。你去了他，反而会给你开出最高的价码，因为你会是他拉拢天下的名片。199年11月，张绣率众归顺曹操。曹操人在家中坐，被天上掉的馅饼砸迷糊了。好消息还在传来，不仅张绣这边意外归顺，刘表那边产生了更大的意外。袁绍也派人找到了刘表，希望他能帮着一起捅曹操。刘表明面上拍胸脯没问题，实际上一直没动静，因为刘表在和南边的张宪开战。张宪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一个叫桓阶的人劝动，想要归附曹操。桓阶这个人比较有意思，他跟曹操并无任何交集。他劝张宪的最硬理由是，曹操那叫义兵，刘表答应袁绍是取货之道，咱得赶快和他划清界限。眼下曹操的力量虽然很弱，但是他仗义起兵，挽救朝廷的危亡，奉王命讨伐罪臣，天下人谁敢不服？这就是汉家仰视400年积淀的力量。曹操这个汉相，在他手伸不到的地方，开始感受到大汉不断照来的伟大光辉。皇帝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下士人的归心之处。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被人骂了2000年，但这却是曹操能成就霸业的关键一步。能者善假于物也，三国英雄何其多，懂得善用大汉朝遗留下来的力量的，唯有曹操一人。以上就是官渡之战前袁绍和曹操2大集团的现状，一方虽强却在内出血，一方虽弱，但连老天都在帮他扫除外患。不过曹操此时的实力还是比不过袁绍，而且他势力中的隐患还没有彻底消除。刘备的背叛和衣带诏事件都给了曹操沉重一击。不过公孙瓒长达8年的败亡过程，给了曹操和他的幕僚团一次难得的机会，了解袁绍集团非常详尽的幕僚班子特点、技战术打法和取胜经验。199年6月，袁绍方面开动了战争机器，出动了10万精锐。经过1年多的对峙，至此以曹操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曹操以2万左右的兵力出奇制胜，击破袁军10万。这个战例成为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